在这个信息爆炸、节奏飞快的时代，越来越多的人依靠脑力谋生。无论咱是程序员、设计师、会计、管理者，还是创业者、教师、医生，每天都可能要面对屏幕、数据、创意，持续高效的思考、分析、决策。这呢，也几乎成了当代人每天必须要面对的工作。很多人会觉得太费脑子了，大脑宕机了。其实啊，这还真不是撒娇。那有一个冷知识，不知道大家了解不？就是大脑呢，虽然仅占我们身体重量的2%到3%，但会消耗约20%的能量。所以持续从事脑力劳动可一点不比体力劳动省力啊！尤其是一旦缺乏特定的营养素，从事脑力劳动不仅非常容易感到疲劳，还可能会影响记忆力、专注力，还有整体的脑部健康。因此，今天这期咱们就聊聊对大脑非常重要的5种营养素，以及如何补充它们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M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vepluscanada.com。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，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先来说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欧米伽3脂肪酸。欧米伽3里的 EPA 和 DHA， 尤其是 DHA， 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我们把大脑里的神经元比作一个能高速传递信息的光纤网络，那欧米伽3呢，可以起到绝缘层保护的作用，让大脑里的光纤网络更稳定的工作。有研究表明，欧米伽3里的 EPA 和 DHA 可以改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，特别是在预防阿兹海默还有痴呆方面有潜力。另外，欧米伽3还具有抗炎的作用，可能减轻认知压力下的脑损伤，也有助于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。还有一项研究显示，定期吃一些富含欧米伽3的鱼类与更高的脑部灰质体积相关，而脑部的灰质呢，与决策和记忆力功能密切相关。通过食物来补充欧米伽3是非常好的方法。深海鱼啊、亚麻籽，还有亚麻籽油、核桃，这些都是自然界里富含欧米伽3的食物。脑力劳动者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深海鱼。那如果你很少摄入鱼类，可以考虑选一款鱼油的产品。那同时现代人还要注意的一点是，要注意减少欧米伽6的摄入，像葵花籽油、大豆油这些里面欧米伽6的含量都在50%到60%以上。过量摄入欧米伽6会导致体内欧米伽6和欧米伽3的比例失衡，这种失衡呢，可能会促进炎症反应，并不利于认知的健康。理想的欧米伽6与欧米伽3比例应该控制在4:1之间，但现代的饮食，尤其是以外卖为主的饮食结构，比例往往已经达到15到20:1，甚至更高。这对我们的大脑是个持续和潜在的威胁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生活里头经常需要靠外卖来过活，那么欧米伽3可能需要的更多。B 族维生素是大脑能量代谢和神经递质生成的必需营养素。对脑力工作者而言呢，充足的 B 族维生素能够显著提高思维的清晰度，还有工作效率。我们在前面也讲过， B 族维生素是一个非常擅长团队作战的营养素，在帮助我们大脑更好工作的过程里， B 族维生素呢也是各司其职。具体来说，维生素 B1可以参与葡萄糖的代谢，为大脑提供能量。那缺乏维生素 B1 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，还有记忆力下降。维生素 B6 参与多种神经递质的合成，包括血清素、多巴胺，还有 GABA， 这些物质能调控情绪还有认知的功能。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，有助于调节情绪还有认知功能，缺乏可能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。维生素 B12 可以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，参与神经细胞的髓鞘形成，确保神经信号的快速传导。长期缺乏呢，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。一般来说，全谷物、豆类、坚果、瘦肉、菠菜、芥蓝这些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都是很好的 B 族维生素来源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持续的压力、喝了过多的咖啡、经常喝酒都会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流失。所以对于经常加班、压力大的脑力劳动者来说，可能需要更多的摄入维生素 B 族。另外，素食者应该特别注意维生素 B12 的摄入，因为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几乎不含 B12， 需要额外的补充。大脑是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之一，因为大脑没有办法储存太多的氧气或者葡萄糖，因此要依赖于持续的血液供应，即使短暂的供氧中断也会导致意识丧失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，大脑也特别容易受到氧化损伤，所以抗氧化剂对大脑来说就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们能够中和自由基，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伤害，从而维持认知功能。我们日常生活里常见的抗氧化剂都可以对大脑起到保护作用，像维生素 E 可以保护神经元膜免受氧化的损伤，维生素 C 呢可以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，并能再生维生素 E， 还有花青素、白藜芦醇还有儿茶素这些多酚类化合物也有很好的抗炎特性。
所以建议大家养成每天摄入各种颜色蔬菜水果的习惯，以确保获取多种抗氧化的物质。那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我前面也提到过，是遵循彩虹饮食的原则，就是每天吃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等颜色的蔬菜和水果，同时呢，适当吃一些可可含量在70%以上的黑巧克力，还有绿茶，不仅能提供抗氧化的保护，还能适当的提神。当然，如果经常下班连正常吃饭都比较难，那就可以考虑选这类的绿粉，加到水或者饮料里，当做你自己的抗氧化专属饮料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频道里的常客镁。镁呢，参与300多种酶反应，是脑力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营养素，对大脑健康和认知功能具有多重作用。那镁呢，参与谷氨酸、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代谢，这些物质直接影响学习、记忆还有注意力。镁还可以调节钙离子的流入，防止神经元过度兴奋导致的细胞损伤。镁还能抑制压力荷尔蒙的释放，帮助维持心理平衡，还有认知的清晰度。那足够的镁呢，还有助于调节褪黑素的产生和 GABA 的活性，促进深度的睡眠。而优质的睡眠对认知功能还有记忆的巩固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和 B 族维生素有点类似，压力、咖啡因、酒精都会增加镁的流失，而一旦镁不足，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记忆力下降、思维混乱、焦虑还有疲劳等症状，这些都会严重影响脑力工作的效率。那雪上加霜的是，精加工的食品里镁的含量非常少，所以平时要注意多选糙米、全麦面包这类全谷物。另外，坚果和种子，70%以上的黑巧克力也是比较好的镁的来源。当然，对于长期面对高压工作的脑力劳动者，镁的补充剂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。那关于镁如何选择，我们前面有一期视频专门介绍过，欢迎大家找来看看。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胆碱。胆碱呢是一种类似 B 族维生素的营养素，是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前体物质。乙酰胆碱呢在学习、记忆和注意力等认知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它有助于维持海马体的健康，而这一区域对形成新的记忆至关重要。另外，足够的胆碱有助于保持专注力和思维敏捷，对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工作尤为重要。胆碱呢还参与神经细胞膜的构建，确保信号的有效传递。蛋黄是最集中的天然胆碱来源之一，另外动物的内脏、鱼、豆腐、豆浆、花生这些也是不错的胆碱来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多数人的胆碱摄入量低于推荐的水平，对于需要长期保持大脑最佳状态的脑力劳动者来说，建议有意识地增加富含胆碱的食物，比如每周多吃几个全蛋。如果饮食质量很难保证呢，可以考虑直接补充富含胆碱的卵磷脂，或者直接选择胆碱的补充剂。要让大脑发挥最佳的性能，有几个原则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需要多留意一下。一个是少食多餐，避免一次吃太多，因为这样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，避免餐后的思维迟钝。工作强度高的时候呢，适当加餐，可以选择坚果、水果等易消化且富含营养的食物。第二个是注意补充水，因为脱水会显著降低认知功能，即使轻微的脱水也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，因此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于维持大脑最佳状态不可或缺。第三个是咖啡要适度，很多打工人要用咖啡来提神，它短期内当然可以提高警觉性，但是过量会导致焦虑和睡眠问题，反而损害认知功能。再有一个就是减少精制糖，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，影响认知的表现，所以尽量选择全谷物、豆类和蔬菜作为主要的碳水来源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这些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